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这堂课我们要来谈谈昆达里尼，又称为周火。这是一个比较少人知道且谈论的主题，却在人类修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把修行粗分为两条路，第一条为修定主轴，以悟空悟道为目标，称为空法；第二条以修气脉、能量为主轴，昆达里尼觉醒就是这一条路的目标，相对于空法，故称为有法。空与有是互为因果，互相彰显的，所以悟空后你的昆达里尼能量将因着时机与机缘而觉醒。相对的，昆达里尼的能量觉醒后，也因着全身脉轮的渐渐开启，随着身心能量的转化，出现更多灵性的洞见，进而领悟到空性。空性与昆达里尼是两种修行的目标，看似相反的两种修行状态，最终都将在修行的路上带出彼此。这是琥珀神秘学院在这个时代要传达出的空有不二之法与观念。昆达里尼非常神秘，多数人一生中都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它是最初宇宙创造时的那股能量，封存在每个人的脊椎的尾端，剑骨的地方，也就是海底轮与脐轮的附近。每个人在诞生之初，宇宙之能由人的头顶进入，开启了各种脉轮能量与各神经的开关，最后这股能量停留在脊椎的尾端剑骨之处。它在此沉睡，等待此人此生对真理的追求与渴望，等待时机与机缘再次的苏醒。故昆达里尼 Kundalini 在梵文意思为卷曲的意思，把它形容为一条人们体内卷曲沉睡的蛇。在它苏醒后，此人将再次进化，这股强大的能量会带动身心全面的转化。这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影响着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因此在它觉醒时，你不会有我的昆达里尼到底觉醒了么这种疑问，你会问到底什么时候这强大的能量会停下来，你会惊叹它是如此无所不在地影响你的身心。你会开始感受到气，也就是能量震动的存在，你也可以开始用呼吸及观想去正确引导气的流动。因此你会发现万物都是活的，都有能量在其中震动。它能让你各个脉轮更加活化与开启，当然包括第三眼与顶轮。所以你也可以接收到许多讯息或资讯，但这些讯息或资讯多是以第六感的方式出现在你的脑袋，较少透过人类的语言文字或声音，多半是以电流的方式直接接收。你更容易看出他人的行为模式，这不是读心术，但你可以比较容易知道他人的精神、情绪状态和意图，而这就是所谓的他心通。在昆达里尼觉醒后，你将成为一名真正的魔法师，或东方佛家说的神通者。至于是哪一种神通，每个人会依自己的特性去发展，最基本的就是感受到气并控制气在体内的流通。我知道有人会说，阿吴，你越讲越扯了吧，
这是电影里超级英雄的情节吧？也太中二了。我知道这听起来都像武侠或科幻小说，也像极了有些电影或动漫情节。这里面藏着一些秘密，但我们先不去做太多的延伸。魔法能量当然没有那些影视作品里的那么夸张，不会一直都有那么视觉化、听觉化的戏剧性出现。但那样夸张的状况偶尔还真的会出现。其实在昆达里尼觉醒后，多数的人会感受到的是自身对气能量震动的明显感受。这并非是你的想象，它是非常真实的。你会在体内各个部位和皮肤间感受到如电流般又像温暖的水般在流动，有种刺刺麻麻和温暖或凉凉的感觉。因为你本身的能量和宇宙的能量渐渐地流通在一起了。这并不是阿吴在无中生有的瞎扯，还是动漫或英雄电影看太多的中二幻想。自古许多宗教的经典对于此神秘的能量都有明示或暗示。炼金术的符号，圣经中的圣灵，佛家的中道，密宗的拙火，道家的谷神。老子道德经第6章所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是指两山之间的泉脉，这是指人体的中脉。神便是指藏于脊椎底的昆达里尼能量，此能量生生不息，是宇宙中生育之母，它是雌性的，故印度常以女神来形容，所以称玄牝之门。牝这个字代表雌性、女性。至于为什么是雌性的，阿吴等下会说明。这股能量是宇宙太初之能，故曰天地根。若唤醒了体内的它，此能量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但一般人很难去感受到它的存在，故曰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所以让我们再看一次老子第6章说的这一段：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样大家有没有读懂了呢？老子大大他都说了那么明白了，自古读懂的人还是没几个。当这生命之能苏醒时，它会慢慢地流通到全身的脉轮，并带有疗愈与治愈的效果。这个疗愈不只是生理上的，也包含精神与灵性上的疗愈。其实昆达里尼生命之能的女神传说一直都在各古老宗教以不同形式流传着，只是多数人不清楚这些符号或代号所代表的意义，人们就自行在加诸其上他们以为的意义。大家再看看救护车上的这个符号，蓝色的地方是一个6芒星的符号，意义为上下2个三角形的结合，也就是阴与阳的结合。因为人体的阴阳的融合，所以灵能被唤起。这里的阴阳融合不是指肉体的，而是指人们内在观念的二分法已经不再分裂，二元对立的合一，伟大的炼金术的炼制，贤者之石的诞生，将所有钡金属都炼成了黄金。钡金属是指转化前的人体，易于氧化，容易生锈，不光是生理还是精神与灵性都容易生锈，都容易腐败。黄金是指因着灵蛇的苏醒而转化后的新人类，在生心灵上都不易再生锈与腐朽。这支蛇杖的杖棍代表人体的中脉，蛇就是代表昆达里尼的灵能从海底轮开始向上蔓延。救护车这个符号源于希腊神话的医药之神 Asclepius 手持蛇杖。昆达里尼的炼金术对身心灵都有全面疗愈、治愈的效果，不只对自身，也可以把这灵能传导至他人体内，替他人疗愈，那是真正的疗愈师。把这个符号放在救人的救护车上或医疗体系，你觉得这是巧合吗？许多符号与形象被人类辗转使用，多数的人们不清楚这些符号的意涵。只要修行人仔细观察，其实许多神秘的暗示符号、图腾都出现在生活四周。当你看懂了这些暗示与巧合，你会惊叹原来你并不孤单。许多人以为魔法的世界离自己生活很远，不，它其实就在你身旁，只是多数人们看不到而已。阿武以后有机会再来诠释一些符号与巧合吧。
你问我该试图唤起昆达里尼能量吗？要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对应到空法的话，答案都是一样的。我该悟空悟道吗？要怎么做呢？阿吴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该唤起这股能量，只是时机的问题。每个修行人都应该往了悟空性迈进，只是时机的问题。而你问我要怎么做，这就让阿吴更难回答了。你无法做任何事而达到悟空与真正唤起昆达里尼灵蛇的能量，你只能把自己准备好，等待宇宙给你的恩典。会有一机缘与巧合让你去做某件事时，忽然天启就降临到你身上。我知道这样的回答让很多人失望，很多人也许会期望做一个动作 A 就能得到 B 的奖赏。不，真正的修炼不是这么运作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清空这一件事而已，清空了自己内心对各种事物的认同与执着，然后就是轻松无所住地生活。当你的内心都准备好了，神就会来敲你的门。当你清空了自己，就是在邀请那不可思议的进入，这是悟道与唤醒灵蛇的最快也是唯一的方法。以空法这条路而言，阿吴只能带领你用各种方法去进入定境。就像上一部前10集观音法门的课程的正定是有方法可以教的，它是一个内心精神感知的练习方法，是反复的操作过程。你可以做一些动作去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是没问题的。但当你真的得定后，接下来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时常保持在正定中，也就是三摩地中的深度，在定境中不断去体验那空无，那没有时间、不认同思想、没有角色的状态。会有一天，会有一机缘，门会开启，你就会悟空并成为空。所以得定可以教，悟空只能学人自己了悟，那就不是任何方法可以达到的，那时就需要放下任何方法才能达到了。昆达里尼的觉醒也是一样，前提都是要进入定境，它才有机会会完全的苏醒。只有你能保持在正定状态，你才能够完全唤醒并驾驭这股能量。如果有人不小心开启昆达里尼的能量，又还未有正定的修为，那有可能会变成精神疾病的疯狂，最后走向发疯一路。所以若在没有任何修行基础试图唤醒昆达里尼是危险的。有一派瑜伽叫做昆达里尼瑜伽，就是试图用各种方法来唤起体内的这股能量，但真正能以此方法成功唤起昆达里尼的还是少数中的少数。许多教昆达里尼瑜伽的老师的灵能也并未觉醒，这是因为能量的觉醒是需要你振动频率达到某一个阶段才有这个机会或资格，才能取得入场的资格。这与外表和修行时间长短无关，却和一个人有多单纯、多纯粹有关。这也是我们一开始魔法能量课堂所说的，单纯的心是开启魔法能量大门的最首要条件。阿吴相信，如果你是从琥珀神秘学院的第1堂课听到现在的人，即使你还没有得定，也有一定的修行基础和观念了，那么你是可以去尝试去接触看看这太初之母的能量。如果你的心够单纯纯粹，加上正确的方法，遇到正确的时机，是有机会可以唤醒它。但请切记，你可以与这股能量玩耍嬉戏，那本来就是它创造的本质与风格，是不拘小节与不受人类道德约束的野性能量。但始终请保持崇敬之心，因为这股能量是宇宙最初的创造之能，人类体验起来会感觉比较像是女性的能量，是雌性的，是大地之母的能量，是夏克提的能量。这是因为现今的地球发展多是以比较阳刚、男性为风气。这里说的阳刚与男性只是一种形容词，和生理的男女没有关系，说的是人们多以金钱的多寡、权力的展现、物质的迷恋为此生成功的向往与范例。所以当今的地球女性多数也都是这种阳刚的气质属性。所以当人们初接触到昆达里尼时，就会感受到有别于自己身上的阳刚男性气质，而会有非常创造性、阴柔、性感、放松、野性与强大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它苏醒后会以你无可抗拒的压倒性能量吞没你。
你只能臣服，渐渐的，你会与这股灵能融合在一起。那时，你就会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并渐渐地提升到另一个生命次元。这就是太初之母的能量，而太初之母这个词无关于人类的男女，它只是一个创造多元的形容词，一个超出人类男女限制范畴的形容词。下节课我们再来继续讲有关昆达里尼的唤醒方法和相关话题。下课喽，拜拜。